张大人留步啊！张大人，张大人。参见皇后。不知张大人硬闯大将军府，所谓何事？回皇后，臣绝无不敬之心。今日实因职责所在，臣不得不来此，带走一个人。大胆袁奎，嗜血杀人，潜逃至今，还不露出真面目，速速就绑！张大人可有误会，他不是袁奎，是奕寒，是皇上亲封的长者奕寒。奕寒，哼，好一个长者奕寒！袁奎，你藏得还真够深呀，连皇上皇后都敢隐瞒，可知这更是欺君死罪。杀人欺君之罪，非同小可。张大人可有证据？当然有，把人证带进来。诺。参见皇后。夏仆夜，你可否看清楚，此人是否袁奎？正是袁奎。当年我抓捕他时，还被他所伤，但是最后让他逃走了。别以为你是做官的就可以血口喷人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女儿为国捐躯，今日是她大殓之礼，你却带人闯我灵堂，坏我大礼，对我女儿毫无尊重。你说你居心何在？我并无不敬之意，只是什么？你随便带个贼眉鼠眼的人来污指奕寒，就可以带走他吗？他可是皇上亲封的长者，大将军和皇后更视他为亲人。他要是杀了人，就没有天理了。你无凭无据就想把人抓走，休想！法之当头，杀人偿命，有何不可？今日我就是要带走这个逃犯。你，新娘，慢着！张汤，你说并无不敬，但大将军位在你之上，你明知道今日大将军夫人返家设灵，你没向官旧吊唁施祭，没向家属致哀慰问，却带兵进来抓人，其中礼数何在？敬意何在？臣一心追捕逃犯，只怕让其再逃脱，所以疏忽了礼节，还望皇后息怒恕罪。你执法以严，无可厚非，但法之拟立，本为保民安民，所以也要因时制宜，法中留情。大将军的外姑刚立丧女之痛，你无半点体察劝慰，还出手推撞，岂是合情安民之举？臣不敢。大将军正以身犯险，决战大漠，为我大汉子民安身立命。大将军夫人忠义不屈，宁死不为外敌所胁。若因你莽撞，令太夫人跌倒受伤，如何向大将军交代？是臣大错了，请皇后恕罪。幸好未成大过，我就暂且饶你。谢皇后，但敢问皇后，那逃逸多年的杀人犯，又当如何处置？易叔叔，你对他们的指控，可有片言只字回应？回皇后，小的无话可说。那么，你真是袁奎？我的确是袁奎。不，你真是疯了吗？你怎么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住啊？啊！你这老头是怎么了？你根本就不是。不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得谢谢你。我跟他们回去。不。谢皇后。带走。诺。别担心，他会没事的。我不会让他有事。没想到啊，人这么容易就给抓住了。哼，那奕寒是卫子夫身边的高人，我当然得特别留心了。一个如此闲散无所畏惧之人，当日却见着一个小官就慌张躲避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果然，我三言两语就把那奕寒见不得人的老底儿都翻了出来。哼，没想到那个夏勇想立功升官都想疯了，于是我就提点他几句挡煞高升之法。哼，他还真就乖乖照做，跑到张汤那里告发了奕寒。我在长安城外就听说
张汤是有名的铁面无私、视法为天、不认情理。看来呀，这次终于可以灭了皇后的亲信。你说这个人值多少啊？此人对我而言一文不值。但若在皇帝忧心战况之时，卫子夫却不知趣，要他网开一面救自己的心腹，皇帝必然心生厌烦。啊，那不如我们再放些风声出去。这样一个杀人犯藏在皇后身边多年，那岂不就是皇后徇私枉法、存心包庇、无法无天了？再让王爷向那狗皇帝吹点耳边风，那妖女皇后就会与他的羽翼一起水尽尸身，魏家之名必被玷污。易叔叔免礼。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张汤可有严刑逼供？我本是罪人，甘心伏法。张汤根本无需严刑逼供。易大叔怎么可能是罪人呢？你一路以来为我们出谋划策，助我们一次又一次躲过险恶，还加在善之余奔走各地，只为济世安民，这岂会是歹毒杀人之凶徒所为？我不管你有何过往，我只信我认识的易叔叔绝不会是个罪人。你们可记得我对皇上曾经说起过我的过去？记得，易大叔与师兄斗法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恩师却是因我狂妄斗法，连累而死。但是当日我并未向皇上说出全部的真相，只因我师兄怪怨恩师将学识只传我一人，愤而将师父杀死。我悲愤交加，亦悔疚不已，要将师兄拉去见官。但师兄反目，更将杀师之罪陷害于我。我这手臂上的疤痕，就是与他争执打斗时留下的。我受伤之后，师兄却未停手，反而招招想置我于死地。我只得奋力反击，但错手杀死师兄。这只是自卫自救，即使落在廷尉手里，也非大罪。师父的一班同门见我提刀而出，且刀上沾血，就一意说是我残害师父，谋杀同门师兄。我根本就是百口莫辩，只有逃走。如今张汤查审，你有如实相告吗？人已死，事情已过去太久，仅凭我一人说辞，不足为惧。况且我逃避追捕，误伤官兵，夏勇就是实证。唉，算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确实是罪有应得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师兄死后留下孤儿寡母，无人照料，四处漂泊，最后饥饿而死。归根究底，这一切只因我狂妄斗法而起。恩师授业之时，早就要我收敛，不外露。若不是我轻狂，恩师不会死，师兄不会死，更不会发生饿殍在野之事。所以易叔叔一直对孤寡弱小特别关照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在赎罪，受你救助的人数以千百计。易叔叔，你也该安心了，不用再自责。能安吗？每当我看到这疤痕，就好像听到了师兄的怒喊声，想到他的妻儿孤苦伶仃，颠沛流离。我的本名叫袁奎，因我罪孽深重，后来改名叫易寒，以求以后不再轻易发怒，逞一时之快。所谓罪孽，都是一时一分，不甘于恩师被杀，且自救于被人威胁，实非大罪。而至于孩童惨被饿死，又怎能归罪于你呢？你不是我，难明我心中之痛啊！我苟且多年，算是苍天恩惠，给我救孤助贫的机会，也算是弥补了一点过错。如今前世被戒，因而伏法，
也算是解脱了。易叔叔，别为我伤神，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妹妹。我知道，皇后，还记得我们如何相识吗？再为易叔叔做一次争辩，可以吗？易叔叔想要什么，子夫都会为你去做。其实当年早已心无所恋，一直放逐自己。可那一日，你好似仙童一样，打开了我心中的死结。自那以后，我便决定此生要行善赎罪。易叔叔心本善良，有无子夫，都会一生立德乐善。恕我这一生，若说真做过什么能够略抵我的罪过，那就是有幸可以助你入宫，只因你一人，就造福了多少苍生啊！当年要是没有易叔叔吐出枣斧，让沈家滑倒，我散发相扶，我怎么能够被皇上宠幸？如果没有易叔叔送我挂饰，子夫今日早已离宫。自从小时候遇到易叔叔，易叔叔送我“不争、不显、不露”这6个字，让子夫一生受用。子夫就当易叔叔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贵人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皇后持伞，天降甘霖啊！陛下，逃犯易涵已经被捉拿归案，且已承认杀人之罪，论罪当斩。陛下，叶寒防卫时错手杀人，治他死罪，甚是不妥。陛下，为自保而错手杀人，只是易涵一面之词，不知真假。漠北一事非同小可，李广经为一时会合，无故失踪。朕早就叮嘱卫青，此人不可再重用。朕正烦忧前线，你身为御史大夫，理当理清缘由，知道真假再来，否则别来烦朕。请陛下万勿烦心。参见皇后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陛下圣安。朕现在忙着边关战事，不想再谈易涵一案，皇后不用为他求情了。陛下睿智英明，定有公断，臣妾又怎会妨碍平添陛下的烦恼？只是希望陛下能听臣妾说8个字。说吧。罪不可恕，易涵该死。你此说可有理据因由？即使易涵曾现寻水之法，帮助各处郡县找出水源，拯救苍生，可他毕竟杀死残害恩师之人，于法不可容。难道易涵之功竟抵不上他误杀之罪？不错，纵使易涵当日解民困、济祈雨，保帝后之名，免万民迷信，可他毕竟曾经误杀，且百词莫辩而拒不逃逸，罪不可恕。皇后此言，臣不敢苟同。易涵赠千金于旱灾孩童，持在善之余，为陛下广撒君恩。纵使他救孤寡、兴义学、举孝廉、建贤臣，助陛下弘天地之大德，施雷雨之深恩，
可他毕竟窃此掩饰身份，欺瞒陛下，绝不可恕。皇后想说的是，纵使奕寒误杀逃亡7镇，可他披荆解困，千金救孤，举贤育才，渐渐勋劳，立下千古奇功吧。陛下，而这一切皆是出自赎罪之心。陛下，人谁无过？奕寒不但知罪悔过，且功在民生，却有功而不自居，只以救助孤寡为己任，这是善莫大焉。臣求陛下饶奕寒一命。奕寒如今所为，事事为善，件件为民，皆为可恕之有。陛下明德，求陛下法外容情，恕改过从善之人不死。陛下，请听臣张汤一言。若所言只是依法治罪，那就免了。难道朕不知道各种道理吗？陛下，前线有急报上奏，说，大将军胜了，骠骑将军大胜，在漠北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好，朕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朕失望。卫青大胜，国之大幸，大汉之幸啊！都是天之所佑，是陛下仁德感天。待他们凯旋，朕要重重赏有功之人。陛下，奕寒一直视大将军为子侄，不单以睿智提点引导，又以食疗养其身体。嘉儿死后，又悉心照顾大将军府上下，让他驰骋沙场无后顾之忧。此一胜战，奕寒亦有功。这么说来，大将军府的婢女家丁都有一份功了。皇子犯法都与草民同罪，奕寒虽有功，但人命关天，加上欺君之死罪，绝不可徇私。公罪不可混而谈之，以罪论之。杀人本该偿命，欺君更是不可容。不过，朕得四海，因承天命。此次汉军大胜，乃天佑我大汉，助我将士。为报天恩，佑我汉室，朕要推恩天下。御史大夫张汤，臣在。为朕传诏：汉军大胜，普天同庆。凡犯罪者，家有孤寡的，赦；误杀误伤的，赦；自卫杀人的，赦；案件超过15载，情由难考的，赦；心有悔意的，赦；曾住病苦的，赦。你可记清楚？臣记清楚，一切遵陛下之命。臣妾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启禀夫人，皇上今日有要事，不能前来。但汉军大捷，皇上要赐后宫上上下下。皇上特意让夫人先去挑选贡品，还特意吩咐夫人要为自己和小皇子多选几项。那就劳烦你替我和红儿谢过皇上。诺，那小人就先告退了。那你快去挑啊，要挑最华丽、最名贵的。只要皇上能时时将我们母子放在心上，是不是最名贵，能不能每日都来，也无所谓。你可不能就此懈怠，皇上要日日来才好。你一定要抓住皇上的心，你和红儿才有好日子过。哎，这袁叔还是没有按约来见面。要抓住皇上，要有他的妙计呀。这几次约定，他一次都没有来。罢了罢了，他自称是高人，却次次失败，定是无颜再见咱们了。可是没了他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有我呀。学人家打仗领功，或许不能，可是争宠嘛，姐姐我还是自有妙计的。那姐姐要多教我几招，让红儿能抓住皇上的心，也让妹妹我可以抓住皇上。说真的，我们这么走了，宫里那2个女人怎么办呀？
那狗皇帝承天之佑，魏家得势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，天不利我，即使留着这无用之族，也于事无补啊。楚服虽有智能，不如成事；虽有资机，不如待时。待我有朝一日时机成熟，我会再回来，到时一并发力，定让那卫子夫臭名一世。哼，是了是了，你志坚意定，我自当舍命相陪就是了。等这些东西收拾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启程了。放进切丝中。哟，这什么好东西啊？我可从来没见过啊！哎，别碰，这是我送给你师姐的物品。哦，你是怕触景伤情，一直都不敢拿出来看，是吗？哎，我说过不要碰。是了是了，我马上就收拾。参见陛下，皇后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臣与去病，终于不负圣恩，为大汉取胜而归。回来就好。姨母，我与舅父履行承诺，毫发无损的平安归来了。此一，你二人率师攻将，涉水而破，善于张曲，击左贤王、扶屯头王、韩王及将军、都尉、相国等83人，歼灭对方将士7万多，致使外敌北遁远走。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，听封。臣在。朕封你二人为大司马，俸禄相同，从此共同为我大汉开疆拓土，除敌解患。谢陛下洪恩。臣必将竭心尽力，一定誓死杀敌。起来吧。两位大司马，真为大汉之双臂，如今普天下臣服于朕，战马将歇，外患不在，这万世之功，朕必镌刻于石屏上，再书你二人之名，万世称颂。谢陛下圣恩。卫青，朕的封赏还不能解你心中郁结吗？陛下对臣百般称许，臣却心中有愧。作为统帅，竟思虑不周，致使李广老将军不堪受辱而死，致使陛下又损了1员2将。弟弟，舅父，李广将军延误军机，你只是派长史去问话，是按例行事啊。他自感受辱而自尽，这与你有何关啊？可是李将军是因无向导而迷路，他多次行军，理应精于地理，竟因迷路而延误军机，这罪责难脱。当然，他英武一世，却一直有功无爵。其子李敢，在你军中做事如何？勇猛过人，一直代行副将之职。好，李敢杀敌有功，那朕就封他为关内侯，10亿200户。卫青，
何有异议？臣代李敢，谢陛下隆恩。进入这传德殿，便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礼仪。但愿能让你们姐弟稍感宽慰。能见祛病和弟弟无虞归来，臣妾最大的心愿已了。姐姐对我千般信任，我怎能言而无信？看着我凯旋而归，姐姐应该欣慰。我们因仇恨而乱心智，没因离情而误苍生。我一介女辈，最在乎的不是这盔甲上洒了多少外敌的鲜血，而是他为我弟弟挡下了多少刀光剑影。姐姐，这巧手日夜劳作，为你绣出了这满载祝福的长寿绣。你也终于可以看他卸下盔甲，为他披上你的祝愿了。可嘉儿却看不到了。若无他，我早已不知身在何处。得他所佑，我卫青才有今天的功绩。嘉儿生前幸福，死时英烈，身后荣耀。而弟弟如今平安归来，他如此一生，已是无憾了。沈家在天之灵，见你功勋盖世，定感欣慰。大将军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参见公主。我特意来贺大司马7战7胜，再次荣归。谢公主关怀，卫青不过承蒙圣恩，尽职尽责罢了。我府中来了些苏合香，记得沈家在平阳侯府的时候很喜欢这种熏香，所以特地带来了一些，算是尽一点心意。此种熏香聚诸香之气而成，能辟邪聚正，祭奠沈家正是合适。我记得嘉儿一向喜欢将沉香添于苏合香之中，更像甘醇之味。他的喜好你都熟记于心，想来他在天之灵定能欣慰。这一家阁就是为了嘉儿而设，一切自然要按他的喜好。我每每来此，都觉得他还在世。思这一意，你应该节哀顺变。家华矣，虽是杂草，可一落根，便蓬勃而生，繁华一片。看似轻弱如鸿毛，却敢为江山社稷，为君牺牲。如此英烈，重比昆仑。沈家实为女子楷模。卫青替沈家谢公主夸奖。若嘉儿知道公主如此看待她，必会开心。我真心敬佩她，羡慕她，有几人能有她的福分？你很幸运，可以娶得如斯女子。能娶到嘉儿，确是我卫青之幸。我曾经祈求上苍，许我与嘉儿偕老，但是天命不允。有时真希望永远停驻在军营那天，共望星空，相偎相依。我曾将我的委屈比作梦魇，其实一切皆梦，即使美梦难舍，也要将之化成回忆，永存心间就好。
我放开梦魇，重获新生。但愿你也能放下美梦。公主说的一点不错，梦醒天明，便是昼日一时。让开！关内侯，万万不可！大将军正……我不管，我现在要见卫青。关内侯，这……关内侯，前来大将军府所为何事？我是为我父亲而来。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免去先锋，调离阵前，转做护军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迷路途中，未能如期会师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觉愧对李家先祖，愧对军中将士，自刎而去？卫青的确思虑不周，令老将军心生误会。误会？先父的行军路线迂回，又无向导，大漠方向难辨，迷路时期也在情理之中。何以皇上尚未责罚，大将军就派长史羞辱先父？卫青绝无羞辱李将军之心，当时只是想问清真相，以便回奏皇上。以大将军的才智，怎会不知先父一生傲骨，宁死不受小官的质问羞辱？你逼死我父，一句思虑不周就能挡过去吗？确实不能。先父守边数10载，连外敌都尊称一句飞将军，但一直有功无爵。本想争这一仗领功封侯，却全因为你，令他无功反获罪，还命丧大漠。对于李老将军的死，卫青深感悲痛，亦觉有愧。但这绝非是卫青本意。如今溃汉已驻，我指望与李家放下私怨，同仇敌忾。只是不知如何才能让你消除心中仇怨。大胆！你竟敢对大将军不敬！你可知你这一巴掌足以置你于死地？我李敢既然敢来，我就不怕死。何谓不怕死？不怕死，乃是沙场战士面对10万大敌奋勇之前的气概，并不是用来泄愤逞强的姿态。一在以下犯上，我一再容忍。一是敬重你的父亲一生戎马，为国尽忠；二是念及你心怀丧父之痛，莽撞言行一切皆源于孝道，并不是本大将军怕你。你随父从军多时，该知以下犯上藐视军纪，罪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若伤及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，更是悖逆不忠，图谋作乱，不只要斩，还要灭族。李老将军自刎，为的正是不辱门楣荣誉。你身为李家后人，竟为一时义气，陷自己于无礼无纪、不忠不孝之恶名。老将军若在世，当作何感想？正如公主所言，你论罪或当灭族，你该如何对得起李家上下？不过，我谅你丧父之痛，此事不再追究，到此为止。你年少气盛，为颜面不肯言谢。大司马大将军气量大，容得下你。不过，你既已封官内侯，又是李广老将军唯一在世的儿子，应该修德养性，当个不枉你父所教、不枉皇上所封的君侯，在沙场驰骋征战，保我大汉子民，显你李氏威名。若他日再凭血气逞威风，大将军能轻饶你，皇上也绝不会饶恕你。真想不到，飞鸾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这次生产很顺利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飞鸾出生的场景，就好像在眼前。如今，已有小马相伴，生老病死，潮起潮落。
人生也大概如此吧。花开终有花谢时，花谢终有花开期。一株迟暮，却又一岁枯荣。即便繁花落尽，却仍有无数生命在发芽生长，生生不息。公主，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吧？什么事？我记得当时我们接生了飞鸾，约定与她结为相知。之后，起个名字。公主觉得叫什么名字好呢？易经有云：“生生之谓易，马之良才谓之俊。”俊逸，如何？逸，广以大矣。生命之广，在于不息；生命之大，贵在日新。希望俊逸继承他父亲的品性，温顺矫健，又胜于他父亲，驰骋于更大更远的领域。生生不息，代代承传。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也一生健康，比我们活得更好。我3个儿子，如今越来越懂事孝顺，每日看着他们成长，真是让人心安。香儿也很孝顺，如今她是我最大的依靠。其实还要多谢你，当日让我见到飞鸾出生，我才体会到做母亲的滋味，我才决定将香儿抚养长大。如今有她相伴，我就不感到孤单了。世间万物都难敌亲情珍贵，公主多去平阳县看看她吧。是啊。上次让姐姐替我办的事，可别忘了。嗯。王夫人，两位妹妹来采花啊！我要是能像妹妹们这么悠闲，那就好了。夫人，你一会儿要去陪皇上晚膳，一会儿还要照顾二皇子，哪有这种闲情啊？还要带着这么重的事物，那就更累了。这是皇上御赐的，我呢也不敢不带呀。那天让我选的时候，我本来也不想选那么多。可皇上一直叫我选，那我只好多选多带了。皇上让你先于其他嫔妃挑选，可见对你用心之深。这确是上天的眷顾，圣恩昌隆嘛。王夫人的头饰真是华丽，不过这种宝物，皇后也一定不少。那是当然，皇上那么疼皇后，只是皇后谦厚，对于赏赐自然不会那么少见多怪。我们这些闲人啊，还是回去晒花做酒吧。王夫人告辞了。妹妹，不要紧。识变是谦，自古有之。皇后现在有再宝贵的东西，也只怕没有心情玩赏了。姐姐是说，魏大将军被李广老将军的儿子打了一巴掌的事。最奇怪的是，皇上若是这么宠爱皇后，怎么连他的家人受了这般羞辱，竟没治那人的罪，为魏大将军讨个公道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皇后失宠了？不是说识变是谦，自古有之吗？朝中的这种波谲云诡，也看得出后宫的起跌兴替呢。皇后是善良仁慈，但也不免会被亲人连累吧？就是啊，大将军害死老将，那霍去病仗着自己的舅父姨母，作威作福，事事作恶，天天耀武扬威的，还打伤我们的弟弟。当时刚进宫，迫于无奈，绑弟认错。现在想想，我的心里还疼呢。恶人有恶报，等哪日他威势不在，把这恶人吊起来，狠打一通，才叫快意。恶人就在此。谁要打我？我是恶人，我就在此，你打呀！你们俩每日在后宫
无所事事是吗？竟乱生是非，搬弄口舌，重伤朝廷重臣，都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大司马，我们不过是妇人无心之说，您大人有……姐姐，她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祛病，祛病，你醒了。陛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太医令，快来，大司马醒了。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免礼。怎么又突然晕倒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老毛病犯了。启禀陛下，大司马因寒邪外侵，一时脉寒缩拳，导致胸壁晕倒。如今脉象已经顺通，再服几副汤药，就无大碍了。那你快去准备，一定要好好调理。诺。勿需担心，真的没事。我小时候不也常常晕倒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。虽说你生来便有着昏厥之症，但不是已经治好了吗？他自小多病，所以取名祛病。可惜这病苦于查无病因，名医都说习武强身或有帮助。这些年来跟我和卫青练武骑马，昏厥也有所缓解，怎料现在又突然复发。以前他每次这样晕倒，臣妾都担心他不再醒过来。有一次好久不醒，现在只要回想起来，也还心有余悸呢。姨母，其实你当年是受骗了。以前我晕倒，不知有多少次是假的，因为每次晕后醒过来，我说要吃什么，你都给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就装晕，骗你的蒸饼吃。哎，这事舅父也是知道的，那时我们经常联手，骗了你好多次的。哎，你这小子，我们在关心你身体，你怎么把我扯进来？你们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啊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羸弱病童了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耍几套拳脚。好。以后要吃蒸饼，就跟姨母说，不用像以前一样装晕倒吓唬大家。知道了，祛病不怕千军万马，就怕姨母教训。以前是年幼无知，以后不会了。谁会想到，千军万马的统帅，当日为了骗一个蒸饼，装病卖乖。祛病装晕，也只是为了一个蒸饼。姨母受骗相信了，也不过是担心一阵，只怕有些人装疯扮傻，要的远不止这些。看来我们的大司马不是为蒸饼而来，而是另有话说。那天在我晕倒前，我在庭院遇到王夫人和她的姐姐，在说什么魏家失势，皇后失宠。我看他们二人对姨母心怀不轨，急于争的远不只是恩宠，还有权位。其实那个王夫人本性不坏，当初选她入宫时，她身无一物，却愿意为家人牺牲。如今看她对皇上、对儿子，也都是真心爱护。仁者见仁，姨母贤德，看谁都是看其善。不过我也有担心，以前的穷困，让她太在乎得失，容易迷失本性，误人误己。尤其是她的个性容易听人教唆。原来这一切，姨母早就了然于心了。当日红儿与巨儿独处时无端受伤，我总觉得事有蹊跷。或许也是有人从中作梗吧。我会再仔细查一查，也会找机会与王夫人谈一谈，好好引导她。希望她能保持本性。
这些头饰可真够重的，戴得我颈都痛了。刚才在贾美人的店中，把她和瑶姬气得涨红了脸，还是值得。那倒是，当然要让大家看看皇上给我的赏赐。自从霍去病晕倒后，也很少见他进宫了。那个霍去病，看似壮硕，说晕就晕了，说不定哪天说死就死了。现在，皇后她出宫去祭祀皇太后了，这连每日的请安都不用，日子过得可真是又舒心又自在。依我看呢，魏家的强势必定走向衰弱，不然霍家的人怎么会说病就病呢？看来皇上很快连皇后都不宠了，皇后才要出宫祭拜，求先祖庇佑皇上留在她身边。皇上不宠皇后了，不就只宠爱你了？那就太好了，姐姐，只要能独得皇上的宠爱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夫人，皇上刚派人来说，今晚在交房殿设宴，请夫人和王三姑娘一同前去，共享王后新进的贡品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姐姐，皇上为何不叫我们去飞长殿，或者亲临凤凰殿，而叫我们去交房殿共赏贡品呢？妹妹啊，皇上想与你欢聚，这后宫最富丽、最雅致的殿宇，当属交房殿呀。皇上趁皇后出宫，便召你去交房殿，可见你在皇上心中的地位，堪比皇后啊！快好好打扮打扮。参见王夫人，皇上有急事需要处理，请二位先在交房殿稍歇片刻，享用上贡珍果。皇上2个时辰后就移驾前来。你帮我传话，请皇上安心处理公务，不必担心我，我会在此静候的。诺。在这交房殿中静候着，真是惬意呀。真是好喝，清纯甘甜，果真是上品美酒。如果一直能享受这些珍品，永远守住这份宠爱就好了。妹妹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皇子，必能永守宠爱。你看，你我在这交房殿内，你不俨如这宫殿的主人吗？皇后宝座在这里，与这交房殿的大气交相辉映，以前都可望不可及，今日啊，终于可以摸一下这个宝座。原来宝座如此别致气派，不知坐上去又是如何呢？妹妹，不如试试啊！如果皇上不是将妹妹与皇后同室，又怎会宣你在这交房殿相聚呢？那你就赶快试试这宝座吧，啊！说不定不久之后啊，这后座就是你的。现在也只是试一下。皇后金安，民女特前来向皇后问安。姐姐，我仿佛看见这殿下的妃嫔婢仆都在向我俯首膜拜呢。民女参见皇后。平身吧，王桑，你照顾皇太子刘弘有功，本皇后要封你为公主，10亿万户。谢皇后恩赐。
这宝座果然舒适安逸，这一坐上来，这数日的晕眩都神奇的好了。是吗？有这么舒服吗？姐姐，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姐姐万安，免礼了。今日我贵为皇后，得替皇上惩恶除奸。魏氏一族弄权跋扈，全部该死。卫青害死李广父子，处以极刑。那霍去病嚣张可恶，哼，先重打50杖，然后把他当众刨落。大胆！大胆刁妇，擅登后座，是何居心？跪下！陛下恕罪，民女并无僭越之心，只是一时无知，见没有人才试坐一下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姐姐只是一时起了玩念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单凭一句玩念，就想拖这僭越死罪？以皇后之位来玩，对朕的重臣处以极刑是玩，刨落朕的大将是玩，难怪有人状告你们2人有谋夺后位之心。这一玩，就把你们的居心全都显露了。陛下饶命啊！民女真的只是一时好奇，见这宝座似能抑制晕眩之症，所以才试坐的。荒谬！你把朕当作是目盲耳陈的昏君吗？朕一见你刚才那副嘴脸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有多狠、多坏。宫中的倾轧就是由你这等人而起，你罪犯大不敬，绝不能饶。陛下，你休想再求情！来人，在，把此2人拖出去。王丧即刻斩首，王晏押回凤凰殿，等候发落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救我呀！妹妹，陛下，陛下，放过我姐姐吧，我们是无心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夺后位。陛下，放过我们吧！休要狡辩！你纵容亲情，居心不良。朕是念及你是红儿的母亲，才饶你不死。朕会册封红儿为齐王，明日你就与红儿启程去封地，做你的齐王太后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。拉下去！落！走！陛下。红儿，他们母子这一去，等于永别长安了。朕知道你心有不忍，放心。齐国地势险要，城郭极大，只是临淄城就有10万户，是地大物博的好地方。朕没有亏待他。医风十足，或许就是人心变异的开始。想当初，他患难中仍为家人牺牲，其纯其善。可是如今却……仁易得，人心难测。这么一个怯懦柔弱的女子，一朝得宠，竟也有僭越之心。若不是去病借其居心，日后她气焰更盛，后宫就更多事。这是去病向陛下进言。去病从小就在你身边，得你照顾，他关心你也是应该的。嫔妃们争宠，本是平常事，但若背着君上，便擅议朝中重臣，而且态度极为嚣张，对皇后语出不敬。听其言，知其心，恐怕日后成为后宫祸患。是否祸患，一试便知。以前是臣妾照顾他，担心他，想不到如今反而是他担心臣妾，急着维护臣妾。
而朕更担心的是王爷身边有个只会煽风点火、居心叵测的王丧。陛下远虑的是红儿还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耳濡目染会受王丧影响。王氏姐妹敢觊觎你的后位，就也敢教红儿抢夺太子之位。或许当日红儿受伤，巨儿受疑，也是与王丧有关。早早将红儿送去封地，才能避免一场兄弟纷争、宫廷倾轧的祸乱。但是陛下就要与儿子骨肉分离。身在帝皇之家，这种分离就必须承受。多谢陛下，一直处处为臣妾和巨儿着想。朕身边可信之人越来越少，朕只想好好珍惜你这份真心。哎，这两姐妹果真如你所说，毫无作为，一个被斩，一个远调齐国。这一走啊，恐怕是回不来了。那魏家势大，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有转机。风会转，事会易，无论何年何月，我袁术都会奉陪。就算我死了，也会拉那妖女皇后陪葬，让那个狗皇帝痛苦一生。哎，师姐夫，当日你在师姐盒中拾到竹片，上面究竟写了什么，让你看了之后，怨愤更深，仇恨更大呀？上面写的是一段谶讳。师姐她曾去卜卦，卜了什么卦，得了什么谶讳？吕伯登兵，天寒无度，两情相隔，祸连子殃。祸连子殃，这是为子嗣而求的谶语。师姐她被行刑的时候，已经怀了孩子。刘彻、卫子夫，你们不仅害死了我的主父，更害死了我们的孩儿。日中则增，月盈则亏。如今你们虽盛极，顷刻必为衰败。到时候，我会拉你们下来，摔个粉身碎骨，祭我妻儿！你怎么踢个车都诸多花样啊？我呀，我开心嘛。是皇上批准了你的奏折，封了齐王，送走了王夫人吧？我是为了帮姨母扫除后宫大患。这的确大快人心，值得你意气风发。这小子连蹴鞠都跟我较劲。他正值兴头，就让他得意一会儿吧。段大哥，你我联手，看这小子还能得意多久？好。不踢了。怎么，我们一说联手你就怕输啊？不踢了。哎，小子，你不是说谁都不怕吗？我呀，怕我继续踢下去，你们连建军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去偷姨母的蒸饼吃。哎，祛病，祛病，祛病！来人！姨母，姨母，怎么了？吓到你了？你竟然敢骗我！你说你
堂堂统帅3军的军侯，竟然如此顽劣，没有规矩。祛病，还不就是想骗个姨母做的蒸饼吃吗？姨母，你笑什么啊？我笑你啊，就为一个蒸饼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那是因为姨母做的蒸饼味道独特。那你倒跟姨母说说，什么味道？有种家的味道。一见到蒸饼，就会想到姨母的疼爱。你不觉得姨母平时对你太过唠叨？是有点儿，不过这么多年了，祛病早就习惯了。况且全天下，也只有姨母一个人会对祛病如此唠叨。祛病倒觉得弥足珍贵了。真没想到，一个面对千军万马都不眨一下眼睛，都不牵情感的豁达司马，竟会说出如此窝心之话。皇后，蒸饼快好了，请去看看。真的，快点拿来呀！别着急，姨母去看看，做好就给你拿过来。这么有趣，他们都玩些什么花样啊？转乾坤、燕归巢、斜插花、风百合，还有旱地石鱼、拐子流星、双肩背月。这么厉害啊！下次一定要等朕处理好政事，你们再提，朕要与他一较高下。好啊，好。祛病，祛病，祛病。哎呀，起来了。哎，由他睡吧。祛病，祛病，皇上来了。祛病，还不快起来向皇上行礼？参见皇后。免礼了。陛下圣安。免礼了。他方才装晕骗我，现在啊，该是骗你们了。霍去病，霍大司马，别闹了，一天装2次不腻嘛。快起来，好久没点都来了，正等着你呢。祛病，祛病，醒啊，祛病，祛病。祛病，别再跟姨母闹了，快起来，不许再闹了。难道真的晕过去了？快传太医令！祛病，起来，别再吓唬姨母了。姨母特意做了蒸饼，让你开怀大悦。姨母为你做了蒸饼，祛病，你不是要吃姨母的蒸饼吗？你快起来啊！不是才上供了什么镇灵丸、神芝吗？还不快去给朕拿来！诺，还有那个云香，有提神养灵之效，快给朕拿来烧下来！快！诺，霍去病，祛病，朕命你起来！皇上下令要你起来，你赶紧给我起来！别吓唬姨母好吗？祛病，你快给我起来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如此生猛有劲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当一个勇武有志、谦让仁德的统帅。
小时候，我见舅父穿着这身铠甲，指挥着千军万马，威武不凡，让我羡慕不已。今日，钟馗与舅父一同并肩作战，斩杀外敌，我一定要剑无虚发。剑无虚发？我记得我上次凯旋后，你送我这个玉笏就这么说的。舅父，你还记得？你舅父说了，这玉做的笏容易碎，不能上战场。那就平日带着，显显大将军的威武。出征的时候，就穿铠甲，我们一起上阵杀敌。好，一起驰骋沙场，保家安邦。若能重来，一木一定每日每时每刻为你背上这征饼，不让你有任何昏厥的机会，真真假假都不让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出征前告诉你，你是我们大汉最纯真的英雄，心无旁骛，满心装载的，只有平定天下，壮我山河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凯旋而归时，少些教诲，多些称赞。去病，你年少丰厚，风朗俱煦，姨母自豪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的朝夕安危。你意气飞扬，威震大漠，姨母欣赏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树大招风，飞来横祸。姨母并非要絮叨，只是太过在意。你说这蒸饼是家的味道，只要你喜欢，姨母就为你做。生即做，死即做，梦你时做，念你时做。怕你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一如身处家中。朕陪你一起。陛下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他忠心为汉，披肝沥胆，天和泰人竟让他盛年短折。若能让你舒坦些，只当这是天妒英才吧。这段日子，臣妾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全是他精神跳脱、机灵潇洒的样子。他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完成了别人一生都难以完成的使命，战功赫赫，必留名万世，此生无憾。臣妾却不得不抱憾，当着他，从来只有责备，没说过几句称许的好话。你责他，骂他，气他，怒他，他却心无芥蒂，足以证明他一直明白你的苦心。你一心待他，遇他如此；他一心待你，视你如母。他虽离去，但这份情谊永在。别再难过了，朕已下旨，命蜀国宣甲兵列队自长安至茂陵，夹道送别其灵柩，并命人将其墓中依祁连山模样铸造，以彰其破外敌、靖边患的战功。去病他一生，不贪慕功名利禄，偏爱边塞的广袤风光。陛下的良苦用心，
臣妾感激不尽。去病墓中，坐落于茂陵一侧，将来也陪在朕的身边，永远是朕最坚强的臂膀。这样让魏氏家族，让大汉子民，让后人都以霍去病为荣。谢陛下。